道家传统有4不食，第一个不食牛肉，因其膻。道家鼻祖老子在过函谷关时留下了5000言《道德经》，广传于世。方时的座下神迹便是青牛，且因牛乃是大众之生灵，一辈子食草，挤出的却是奶，且助人们辛勤耕耘劳作，任劳任怨，最后奉献出自己的皮肉。如此忠良的品德，所以道家之人不食牛肉。第二个呢，不吃乌鱼，因其笑。世人对鸟和鱼都有一些贬低的看法，认为它们性情凉薄，但道家的说法完全相反。他们认为乌鱼一到了产卵期，两眼昏花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等待饿死升天。乌鱼仔最有孝心，宁可自己游入母嘴给娘充饥，也不让娘饿死。这种至孝的精神难能可贵。第三个，不食狗，因其忠。自古就流传一句俗语：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狗的忠孝和无私的奉献被道家人视为情义和忠孝的典范，因此修道者不能同食狗肉。第四个，不吃鸿雁，因其真。鸿雁是爱情的象征，它们志向高远，如果其中一只死去，另一只也不会和其他鸿雁同飞，选择孤独一生，直至死去。道家相信万物皆有灵，而在汉代之前，道家它有多厉害呢？大家可能想不到。直到1971年，马王堆汉墓的出土，向世人公开了道家失传的技术和失传的思想，这我们才知道历史真的存在退步。比如我们的近代史，为什么割地赔款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为什么会出现的根本原因。时间我们暂且回到春秋战国时期。在秦始皇统一6国之前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次百家争鸣，也是号称诸子百家。其中这12家它最为关键，孔子创立的儒家，老子创立的道家，墨子创立的墨家，还有法家的管仲，阴阳家走眼，还有纵横家、小说家、兵家、名家、医家、杂家、农家等学派。但是究竟是用谁的思想来治国呢？百姓应该学习哪一家的思想来做事呢？这个极为关键。也可以说诸子百家的这次新文化运动直接关系到后来2000多年每一个中国人的三观、行为和思考方式。而要了解道家的真相，我们需要同时了解儒家和墨家。儒家呢是贯穿我们2000多年历史走进教科书的学科，墨家文化我们都知道，秦国统一后不久便在历史中神秘消失。那么道家呢，它一直都很神秘，但是后人也始终说不明白道家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。首先，儒家文化核心是护卫皇权，所以呢皇权才会采用儒家来治国，这是人性的根本利益。儒家他主张的是人要分成等级，士农工商，男尊女卑。论语上记载的很清楚，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说白了，这就是歧视女性。而官民分等导致官官相护不作为，底层老百姓几乎没有正义可言。士农工商导致商人创业者在历史中的地位极其低下，不认识点关系寸步难行。然后儒家呢，他提倡信命，就是你出生在什么家庭，不要想着翻身，一辈子都要这样。不仅这辈子，你的祖孙3代世世代代亦复如此。然后呢，说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，反之出生贵族就永远都是贵族。这就是为了皇权的世袭制做的良好的铺垫。所以古代皇帝让儒家成为盛世2000多年，直到今天，让底层老百姓在学习仁义礼智信。皇权虽然护得很牢固，贫富差距也成功的拉开了。这就导致什么呢？中下阶级的人根本调动不起积极性，因为社会似乎不存在一点的公平性，所以生产创新发展完全属于缓慢甚至退步。说看一个国家强不强，看的是底层老百姓的人均生活水平，还是看贵族君王一顿饭几个菜呢？其实一个历史的规律可以告诉我们，皇权越强，底层越弱，整体发展就会越缓慢，而反之它才会更好。而墨家思想呢，就是完全反对儒家的存在，说后人如果都学习你们儒家，那就很难得到发展和进步了。所以墨家提出的兼爱就是反对把人分成等级，然后再进行等级下的剥削和压榨，反对君王世袭制，提倡人定胜天，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永远都框定在一个身份里，等等一切自下而上的思想却在秦国统一后不久的消失了。而1971年长沙出土了一座古代汉墓，墓主人是当年汉高祖刘邦身边的道家宗师利苍。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呢，封利苍为长沙国的丞相，所以马王堆汉墓它是一座道家宝库，里面出土的帛书就有12万字，经历了几年的翻译整理，编纂成7大本书。其中有一本呢，就是老子5000言，也就是《道德经》。后人惊奇地发现帛书版《道德经》居然和我们今天所看的《道德经》有700多处是被人篡改过的。我们看的《道德经》呢，是被历代君王和儒家篡改的假的版本。比如书上写道可道，非常道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原来呢，老子的意愿他根本就不是道不可道，道不可说的意思，而是说道可以形容，但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定的形容。再比如我们的书上写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这可是我们学习2000多年的先贤智慧居然也是假的，是被篡改的。而帛书上写上善治水，水利万物而有敬，原来老子的意思呢，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，枉则直，而帛书上写着曲则金，枉则定。
原来老子的意思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，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。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是篡改《道德经》的儒生们。我们的书上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与善信。原来真实的《道德经》和仁义根本就没有一点关系。帛书《道德经》和现代的版本区别很大，几乎每一章每一句都不一样。而《道德经》之所以被篡改呢，是历代君王为了更深一步的加强儒家文化，让底层民众思想更加固化，所以在道家思想中才会出现不争、委曲求全、遵从天道等假的思想。所以这本帛书版《道德经》无论怎么样，一定要收藏一本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，一定要分清文化的真假，这对后来的三观和思考方式影响是巨大的。